大家好，我是金鹿，大家好，我是文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两个爸爸养娃记。今天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两个孩子的干妈。大家好，我是干妈 Kate， 欢迎你们订阅金鹿和文武的频道。那 Kate， 你能介绍一下你这次来的行程吗？我这次来，截止到目前一共是3周。3周的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行程是带着4岁的木木来这边做幼儿园的游学。整个的过程中间一直待在金鹿家里。那 Kate， 你来了这段时间呢，我就观察到木木和燕燕，一个3岁，一个4岁，两个都是男孩，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很不同，然后我想到了就是木木，据我了解，更多的是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参与了养育，然后呢，燕燕呢更多是我们2个人在养育，然后呢，木木是在中国养大的，然后燕燕是在美国养大的，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养育的方式对小孩的这些性格呀，对各方面的这些塑造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就这个话题来聊一聊。好的。那 Kate， 你觉得你观察到的燕燕和木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首先他们2个因为年纪的差别，他们2个差1岁，年纪的差别，语言表达，然后主要的语言一个是中文，一个是英文，这个就是很大的不一样。然后排除基因、语言和年纪的问题，我觉得燕燕在玩的独立自主性上更好，木木在跟人交往，比如说用词表达，有一些讲故事，这些会更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徐妈比较在意的一个点是木木吃饭会更好，然后燕燕吃饭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家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对，我也注意到了木木的语言特别好，发现他能够讲很生动的故事，然后用词的话都是一些非常高级的一些词汇。是的。然后燕燕相对来讲就是语言发展我感觉就相对慢一些。然后我个人感觉的话是说，因为燕燕很多在家里面是双语嘛，在家里面说汉语，在幼儿园又说英语，所以这个双语的教育可能对他的语言发展稍微迟缓了一点，有一点原因。另外的话，我们给他读的绘本也没有那么多，看电视看的比较多，也可能也有一些影响，这是我想到的。对，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毕竟燕燕小了有1岁多一点，这个语言当然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我也发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燕燕的词汇量其实很大，尤其是甚至是在我来的这3周左右，我觉得燕燕的词汇量和爱说话的程度就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觉得可能看电视看得多，对于那些什么各种各样的推土车呀，什么玩具呀，然后有一些玩耍方式呀，其实它的词汇量是很好的。我觉得未来应该发展会很好。我也注意到了燕燕的她有很大的主动性，她能够自己玩耍很长时间。木木的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个祖父母经常的陪同，可能就是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主导的一些环境一些活动比较多一些，所以说我有时候发现燕燕在玩什么，然后木木也跑过去玩。对，木木是属于被贴身养大的小孩，是每一个动作从早到他可能从早上醒来一直到晚上睡觉都是有人贴身管着的，所以他所有的情绪玩耍方式好多，第一个是可能是迎合他，所以他更愿意有交互有反应，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就是更粘人。燕燕呢来讲就非常独立，经常看到他在1层自己看电视玩玩具出去玩水，很长时间，他可能唯一的时候说I need some water 的时候来叫你，所以我觉得燕燕独立自主玩的能力会更好。这是散养带来的好处。是的。那还有一点我注意到的话是燕燕的情绪没有木木那么细腻，燕燕似乎摔跤了一下也哭一下很快就好了，但是呢木木似乎还挺愿意哭的。对，是的，木木现在正处于一个
用哭来表达很多情绪的这个阶段。木木在家里可能哭对于他来说能吸引注意，能引来关爱和怜爱，所以哭是一个很好的武器。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自己感觉是有待提高的。而我燕燕就是风一样的男子，让我感觉就是我喜欢的小男孩的样子，摔一下扑腾就起来了，然后立刻去投入到新的玩耍中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啊。木木最近这3周来以燕燕作为榜样，同时因为木木比较愿意跟我来聊一些道理啊，也听得进去道理，所以他最近3周其实有非常大的进步。然后吃饭上面我也的确发现木木吃饭吃得非常好，然后米饭啊，然后鸡蛋啊，肉啊，蔬菜各方面都非常的膳食非常均衡，但相对来讲呢，燕燕就做的比较挑食，有待进步。然后比方说我们想要燕燕尝试一些他以前没吃过的东西，就很难说服他去尝试。如果是遇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呢，虽然数量不算很多，他的确是能吃一些，但是在膳食均衡这方面还是有待进一步的提高的。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想要帮助他在这方面有所进步的一些点。对，这方面我们花费的精力比较少，我们没有特别的，我会稍微注重一点膳食均衡，但是就是他不愿意吃，我也没有刻意的去逼他。对，其实说句实在话，我有反思一下，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很引起重视。我觉得那他不愿意吃就不愿意吃吧，我也没见到现在有什么哪个小孩因为他挑食最后不健康的。我有时候我就会想到我自己这个例子，我其实小时候非常挑食，我只吃几种东西，那也健康的长大了。所以我就其实没有对这个事情很引起重视。当然可以做得更好的情况下，还是有必要做得更好的。有一点我同意，你也很挑食，然后我发现徐老师挑食，燕燕也挑食的同时，徐老师喜欢吃的东西，燕燕都不喜欢吃；燕燕喜欢吃的东西，徐老师又都不喜欢吃。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但是我发现中国家长，尤其老一辈的，对于挑不挑食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中国家长说你是很挑食的，其实大概率你可能只有1、2样不吃，所以这个标准也不用太严格。木木确实是吃饭方面表现极其优良的。是的。徐老师有注意到木木和燕燕有什么区别吗？我能想到有一点是，燕燕对玩耍这个事情她其实是比较粗糙的，她对周边的环境啊也不是特别在意。她比方说玩水，他可能就也不在乎身上弄湿，就一扑通就跳到那水池里边呢，就尽情的玩耍了，或者玩泥巴呀、玩沙子呀，也不在乎身上弄得脏。但是木木呢，我就注意到他就对自己身上的干净就比较在意，然后对周边的环境要求呢，也比较细腻，所以他可能玩水的时候就非常小心啊，不会说把鞋弄湿啊，所以玩起来就没有那么放得开。我觉得在这方面有一点不同。对的，我发现燕燕是风一样的男子，感觉去探索世界，只要放到公园里，呲就跑到最中心了。而木木就是在边缘先看、先探视，先在边上玩，所以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木木应该向燕燕学习。还有一点我注意到的，和木木好像比较听话，就是家长想让他做什么，他大部分都是会听的。但燕燕的话就还是比较抗拒，可能是说他处于2到3岁这个时间段，他自我意识在觉醒，然后他本能的就会给你说不。当然另外一点的话，我也会反思，我觉得我们家里面这些规矩也没有设定很多的规矩，然后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也没有给他说什么坏的结果给到他，所以我们说的话很多他不听，所以我其实稍稍有一点失控的感觉。但是最近因为 Kate 过来，然后最近也开始反思，我们在上一个视频也聊到了这一点，就是说还是需要温柔而坚定，我们是温柔有余
坚定不足。是的，我觉得似乎也和自己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吧，自己小时候成长的时候被限制的很多，所以我在试图去避免那一个情况，所以又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所以坚定的不够，我觉得这方面还是可以提高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木木也是在妈妈手下的木木，在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手下的木木，其实他也没有这么顺从和听话的。OK 所以小孩是很聪明的，会看人下菜碟。是我小的时候也希望有徐老师这样的爸爸呀，怎么哀求随便求一求就可以，随便说一下就可以。所以我觉得你们算是温柔的，可能坚定上稍微再狠一点就好了。好，那还有一点呢，我们上一个视频就邀请了我们的邻居一个幼儿园老师，他也提到呢，就是说燕燕因为上幼儿园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所以他怎么去和其他小朋友去交互，怎么去轮流玩玩具，他还处理的比较好。但相对来讲，木木似乎差一点，就是他可能跟其他小朋友玩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怎么去轮流啊？当然这个有语言的关系啦。就是木木其实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就因为这个他说英语说的不多，所以怎么去把这个想法传递过去，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障碍，然后燕燕又不怎么听得懂中文，所以有这个原因。对，首先一个燕燕跟小朋友玩，然后包括他玩的自主性呀、会玩的方式呀，肯定是更好的。因为我觉得也跟你们家这个环境前院后院，然后好多玩具的类型不一样有关系。这个方面我回头也会给木木多增加玩游戏的机会，多增加玩的种类。然后另一个呢，其实我觉得跟上一代抚养有关系，上一代可能对安全的要求呀，他隔辈亲，他对于安全各方面的要求比较高，然后同时太贴身了，所以小孩可以玩的东西也少。加上疫情几年，可能就造成了这种情况。希望下一次他们2个能玩更多的品类。是，然后还有一点，我发现他们2个不同的话，当然这一点的话，似乎更多的可以归因到基因方面，而不是说养育方式。我发现木木的运动比较擅长，像风一样的男子，真的到处跑。非常非常的有能量，非常非常的活跃，但是太活跃了。但是木木对音乐那个感觉特别好，然后那个音高啊、音准啊，然后可以弹琴啊，对，都非常好。OK， 那就是说我的2个儿子是不一样的，那应该我们3个是幸福的呀。是的，可以有这样的那样的有不同的体验。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聊一下这个3周过去了我们的体会。徐老师有什么体会吗？我其实觉得很欣慰，我觉得不管是对木木来说呢，还是对燕燕来说，他们俩在这互相玩的这3周的时间，都彼此学到了很多。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燕燕她能够在有语言障碍的情况下，跟木木能够玩得挺好，玩得很合，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有点很欣慰，其实我有点小吃惊，也非常的欣慰。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其实在燕燕很小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小担心的，我就觉得她可能也非常的好动啊，也不怎么愿意跟别人玩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燕燕玩得很主动，这是往好的方面说，往坏的方面说，她就是不会跟别人一起玩。但是我这一次看到她跟木木也能玩得很开心，玩得很合得来，即使有语言障碍都有这样的效果，我就觉得很欣慰其实当初看到燕燕的那些concern 呢，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那我的一些体会呢，主要就是说之前提到的，我们可以有一些地方可以改进的，比如说少看一点电视，多给他读一点绘本，然后在吃饭膳食均衡方面做更多的努力。再有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养育方式上，温柔的同时做更多一点的坚定，树立一个清晰的规则，然后去坚定的去执行这些规则。那 Kate 有什么感受吗？我的感受大多是非常正向的，非常的幸福。来到了我的家里，然后贴身认识了我的干儿子和闺女儿，
然后呢，两个小孩在碰撞的过程中间看到了非常多的火花，不一样的生长环境，不一样的主系语言的情况下，两个小孩成为比较好的朋友，然后甚至说 I miss you，两个小孩还玩亲亲，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漫长的人生中间还是比较可期的，然后也期待我们持着一直比较开放的心态，能给小孩更多的机会能接触，然后接触外界和彼此接触。从前呀，有个小孩，他叫燕燕，他最大方了，他把他的玩具借给我，我把我的玩具借给他，我们都会成为好朋友。耶！那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啦。然后，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欢迎订阅。拜拜拜。拜拜。